上期我们介绍了现存的8座修道院领地中的一半，话不多说，现在让我们继续介绍剩下的部分，记得先点赞关注哦。埃因塞德恩修道院是一个天主教的朝圣地，位于瑞士中部城市苏黎世东南31公里处，是瑞士的玛利亚信仰中心之一，由本笃会修道士圣梅拉德创建。据传说，圣梅拉德在835年左右，在埃因西德恩修建了一座草堂，过隐士的生活。之后，他选择去一所正规的修道学院学习深造。再之后，他得到了一尊能创造奇迹的黑色圣母像，从此名声大振，成为了一名著名的修士。随着传说的传播，圣梅拉德在埃因西德恩隐居的草堂被认为是一处陵园，引来了大批信仰者聚集。861年，圣梅拉德被强盗杀害。934年左右，在另外2位隐士的活动下，埃因西德恩的隐居自治团体重新组织成为一个本笃会修道团体，成立了修道院。圣梅拉德与黑色圣母像的传说，使它成为瑞士后来1000多年来的圣母崇拜中心。在中世纪和近代黎明时期，埃因西德恩修道院达到了鼎盛，在哈布斯堡王朝的赞助下，成为了一座相当富裕的修道院，也成为从东部和北部前往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途中的重要节点。即使在后来瑞士宗教改革家茨温利带来的冲击的浪潮中，埃因西德恩修道院的院长和修士们也成功地保留了他们的自治权，甚至为了在新教的冲击中强调信仰，他们对本笃会的规则和仪式执行得更加严格。不过后来在1779年，法国入侵意大利，埃因西德恩修道院也被法国控制，失去了独立地位。1854年，由于担心埃因西德恩修道院在运动中被镇压解散，当地政府的领导人将修道院的修士们送到美国印第安纳州南部，他们在那里接收和帮助德国移民，并为走投无路的人提供庇护。这就是现在位于印第安纳州的圣梅拉德修道院。不过在当地社区的支持下，埃因西德恩修道院也成功地避免了解体，而且在1861年为圣梅拉德的1000年忌日举行了典礼。在1934年又庆祝了埃因西德恩修道院自己的1000年纪念日。典礼上，当时的教皇庇护11世为修道院的圣物黑色玛利亚像实行了教皇厅加冕礼。同上期说到的韦廷根穆勒劳修道院一样，由于瑞士在近代政治环境的安定，埃因西德恩修道院也在之后自然而然地维持着自己的地位和领地，直到今天。苏比亚科修道院是一座位于罗马以东约50公里的修道院，据说是西方修道院创始人圣本尼迪克特年轻时修行和获得灵感开悟的地方。6世纪初期，出生于罗马富裕家庭并受到了良好教育的本尼迪克特，开始隐居在拉齐奥北部山区苏比亚科附近的一个山洞里。他的名声很快就吸引来了许多门徒，当地也很快成为了一个信仰聚集地。人们在苏比亚科周围的地区陆续建立了13座修道院。后来，圣本尼迪克特不得不搬到了更深的卡西洛山中，以获得更多独自修行的时间。13世纪时，教区在圣本尼迪克特居住过的山洞上建造了一座大教堂，取名为神圣石窟。然后，由于教堂积累了太多财富，与有影响力的世俗人物的联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密，神圣石窟的教士们变得极度腐败。教会利用神圣石窟收刮了巨额财富，神圣石窟的核心职位也都是由教会派人空降担任，当然都是些与教廷核心有联系的豪强出身的关系户。整个修道院基本变成了教廷的取款机。当法国在18世纪末攻占了教皇领时，苏比亚科修道院随之被废除。后来法国失势，修道院领地也恢复独立，庇护七世便迅速恢复了苏比亚科修道院。1915年，教皇本笃15世授予了该修道院拥有领地的权利。圣莫里斯修道院位于瑞士西南部瓦莱州的小镇圣莫里斯。修道院和小镇的名字都来自圣莫里斯殉难的传说。公元300年左右，马克西米安皇帝的部分军队从埃及来到瑞士，军队中的基督徒成员莫里斯、埃佩留斯、因诺森、埃迪德和他们的同伴因拒绝以基督的名义服从皇帝的命令而被处决。莫里斯对马克西米安皇帝说：“皇帝啊，我们虽然是士兵，但是我们首先是上帝的仆人，我们欠你的是军事上的服从，但对上帝我们欠的是清白，我们宁愿清白的死去，也不愿戴罪而活。”于是马克西米安处决了他。公元380年左右，瓦莱州的第一位主教西奥多罗将这些殉道者的遗体带下悬崖，并以他们的名义建造了一座教堂，召集当地的隐士和修士们来教堂一起生活。
公元515年，从信仰阿里乌主义转向信仰阿塔纳西主义的勃艮第领主西吉斯蒙德赞助了圣莫里斯教堂，这笔钱使得教堂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升级成为修道院。之后，在12和13世纪修道院的黄金时代，各地的王族、贵族们也纷纷慷慨解囊，巨额捐助，圣莫里斯修道院也得到了蓬勃发展。近代的宗教改革并没有摧毁圣莫里斯修道院，即使在瑞士的自由革命期间，它仍然是一个有领土的修道院。现在，圣莫里斯修道院被瑞士政府指定为国宝，领地和地位得以保留，并因其保有的赞美诗、艺术作品和成就，拥有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成为了世界级的旅游胜地。你可能很难想象，唯一一个位于亚洲的修道院领地竟然在朝鲜，这就是位于江原道元山市附近的德元隐修院。它曾经是一座属于首尔特别教区的本笃会修道院，现在直接向教宗圣座汇报。本笃会在朝鲜半岛的活动开始于1909年的大韩帝国末期，当时包括伯尼法斯绍尔主教在内的2名德国本笃会牧师开始在首尔开展工作。1927年，日本吞并了朝鲜，本笃会就在北部的德原建立了一座新的修道院。由于1942年汉城和1943年在大邱的神学院被日本当局关闭，教方决定在德原继续接收本笃会的神学院学生。之后的第2次世界大战后，半岛先是被苏联短暂占领，之后社会主义朝鲜政权控制了半岛北部。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朝鲜建政早期时，无神论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坚决而强硬的执行。绍尔主教和其他的8名牧师均在平壤被关进监狱之后遇害。此外，在朝鲜战争期间，又有5名神父、10名修士和2名修女死在了集中营里。朝鲜战争之后，朝鲜就不再有常驻的牧师或者主教了。当然，朝鲜政府并不承认德原隐修院的领土。另一方面，朝鲜半岛的本笃会于1952年在梵蒂冈派来的牧师蒂莫西·比特里的领导下重建，日常活动地是韩国的倭馆。倭馆本笃会于1955年被承认，并于1964年被梵蒂冈提升为修道院。作为德原隐修院的临时替代，虽然德原隐修院不活跃，不如说实际上它本身已经不存在了，但德原确实被现在的教廷认定为一个修道院领地。它是位于亚洲的，也是欧洲以外现存唯一的教廷认证修道院领地。虽然现在就这么点修道院领地，但在12和13世纪曾经有过各种修道院领地非常繁荣的时期。在路德和茨温蒂的宗教改革以及法国大革命开始的自由主义浪潮之后，大部分修道院领地都消失了。这些勉强保留下来的8个修道院领地，大多数也融入了当代社会规则，靠从事农业、手工业或者办学等世俗劳动维持领土运转。我感觉基本还是值得一去的。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关注啊！这里是花善里，关注世界和当代的历史演绎频道，我们下期再见。